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场工老师要灭王一博的火堆，谭松韵说了几个字，道出王一博心声。在综艺节目的一次户外郊游录制中，一场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煮年糕火锅，却意外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名场面。没有夸张的舞台效果，没有刻意的剧本冲突，只是一堆被打火石点燃的火焰，却把王一博与谭松韵的性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也让无数网友直呼太有生活气息了。当时节目组一行人准备在户外生火煮年糕火锅，却发现现场并没有现成的点火工具。在大家略显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王一博主动站了出来，拿起打火石，一下一下的碰撞，火星乍现，又很快熄灭。反复尝试多次之后，火苗终于慢慢燃起。那一刻，没有掌声，却有一种踏实而真实的成就感。正是因为这堆火是王一博亲手升起来的，后续他对火堆的保护欲几乎写在了脸上。随着风势渐起，火焰越烧越旺，锅里的年糕也渐渐翻滚起来，热气腾腾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然而，在火锅煮好之后，火堆因为温度过高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导演示意场工老师准备将火灭掉。就在场工老师即将上前时，王一博下意识地站了出来，伸手阻拦，神情里带着明显的不舍。这一幕被镜头完整捕捉下来，也成为整段内容的情绪转折点。就在气氛略显微妙之时，谭松韵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王一博要火。”双引号，短短5个字，却像是精准翻译了王一博当下的全部心理状态。这一句既像调侃，又像理解，更像是朋友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。没有替他说话，却替他说出了心里话。王一博没有反驳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火堆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满足。那一刻，观众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，在镜头前冷静克制的顶流演员，其实也会因为一堆亲手点燃的火而产生极其纯粹的情绪依恋。不少网友事后分析，王一博对火堆的执着，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点的。有人认为，那是一种对成果的珍惜。好不容易靠自己点起来的东西，怎么舍得说灭就灭？也有人觉得，这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投射。火在娱乐圈本身就被赋予了太多隐喻，而王一博站在那里守着火堆的样子，像是在守着自己的热爱、努力和状态。当然，也有网友给出了最朴素却最动人的解读，他只是单纯觉得好看，舍不得。双引号。而谭松韵的那一句话，则被大量观众称为神总结人间清醒发言。他并没有放大情绪，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只是用最自然的方式点出了王一博的真实心境。熟悉谭松韵的观众都知道，他向来是那种情绪稳定、共情能力极强的人。他很少抢镜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句话稳住场面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正因为这种不刻意、不表演的互动，才让整个片段显得格外真实。节目播出后，相关片段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。王一博守火，谭松韵一句话说透王一博等话题相继登上热搜。评论区里，网友们的反应几乎清一色是善意与喜爱。有人调侃，原来顶流也会为了火堆跟导演对抗。有人感慨，这种执着真的很王一博。也有人直接送上祝福，希望他以后不止火堆不灭，事业也一直火。双引号。还有不少观众把注意力放在了2位演员的互动氛围上，认为这种不刻意营业却自然舒服的相处方式，正是观众最想看到的状态。没有 CP 滤镜，却比硬糖还甜。
是那种朋友之间的懂得，一个守火，一个懂火。双引号。更有粉丝留言表示，这一幕让他们重新认识了王一博。以前总觉得他酷、冷、话少，但现在发现他其实只是把情绪留给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双引号。而谭松韵也因为这一句话再次收获一波好感。她真的很会说话，情商太高了，这种女生在任何场合都让人安心。在娱乐圈这个高强度曝光、情绪经常被放大的环境里，这样一个围绕着火堆展开的小插曲反而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没有戏剧冲突，却有真实反应；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足够动人。一堆火，短暂却温暖；一句话，简单却精准。或许正如网友所说，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正是这些细碎而真实的瞬间，构成了观众对演员最深层的情感连接。火最终还是被安全处理掉了，但那一刻留下的画面却在观众心中持续发光。而属于王一博的那团火，无论是热爱、专注，还是一路走来的坚持，显然也远远没有熄灭。正如网友送上的那句祝福所说，愿他一直有火可守，也一直有人懂他要火。王一博的守火更像是一种性格投射。如果回看王一博以往的综艺表现，会发现他始终是一个对亲手完成的事情格外珍惜的人。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、训练中的动作，还是生活里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他总是习惯全情投入。一旦投入，便很难轻易抽离。这一次的火堆亦是如此。从最初拿起打火石反复尝试，到火焰终于燃起的那一刻，王一博的表情并没有夸张的兴奋，却有一种明显的松弛感。那是努力得到回应之后才会有的平静满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火堆即将被灭掉时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理性判断，而是情绪本能。不少网友在评论中写道，他不是在拦场工老师，他是在拦自己的情绪被打断。也有人直言，这太像他本人了，一旦进入状态，就不愿意被拉出来。双引号。这种执着并非任性，而是一种对过程的尊重。正因如此，观众才会觉得这个画面格外动人。那不是偶像营业的可爱，而是一个成年人在极其放松的环境下流露出的真实一面。谭松韵的那句话是理解，也是温柔的边界感。相比王一博的情绪外显，谭松韵的反应则显得克制而精准。他没有加入阻拦，也没有劝说退让，而是用一句话把王一博的行为翻译给了所有人。王一博要火。双引号。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评价对错，只是陈述状态，既让导演和工作人员理解了当下的情绪，也给了王一博足够的尊重。他没有替他做决定，却替他保留了体面。不少网友评价，这就是高情商的体现。也有人表示，他真的很懂得如何让场面不尴尬。双引号。事实上，这并非谭松韵第一次在综艺中展现这种细腻的共情能力。她向来擅长在热闹中保持清醒，在玩笑中保留分寸。正是这种稳定感，让她在任何群体中都显得格外舒服。有粉丝感慨，她不是话最多的那个，但永远是最让人安心的那个。双引号。一来一往之间，形成了极其自然的化学反应。也正因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与互补，这段互动才显得格外顺眼。一个沉浸，一个点破，一个执着，一个理解，没有刻意制造暧昧，却有足够的默契。不少观众在弹幕中写道，这就是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。也有人调侃，不是嗑 CP， 是嗑人品。双引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内容并没有被过度剪辑，也没有配上煽情的背景音乐，却依然让观众记住了。这恰恰说明，
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包装，而是真实。网友评论区几乎清一色是善意与祝福。节目播出后，相关片段的评论区迅速被各种轻松又温暖的留言占据。原来王一博私下这么有生活感，谭松韵一句话直接封神，这种互动比刻意发糖好看100倍。双引号。还有不少网友把火延伸为一种祝愿，希望王一博以后的每一把火都有人守，也希望他的事业一直这么旺。谭松韵这种性格，走到哪都会被喜欢。双引号。甚至有观众总结到，这堆火像极了娱乐圈里难得的真诚，短暂却足够温暖。双引号。一场小插曲映照出演员最真实的状态，或许这就是观众反复回看这一片段的原因。它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却有细微的情感；没有刻意的人设，却有鲜活的性格。在快节奏、强输出的娱乐环境中，这样的瞬间显得格外珍贵。火最终熄灭，是为了安全，但情绪被看见、被理解，却成为了更长久的记忆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那是一份对成果的珍惜；对于谭松韵而言，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柔；而对于观众而言，那是一次难得的真实共鸣。正如不少网友所说，这或许只是综艺中的一个小片段，却让人记住了很久。因为真正让人留恋的，从来不是火焰本身，而是那一刻，有人愿意守，有人懂得说。